所有天神统统杀光。10号出关后，4大天神的陨落没有惊动任何人，外界毫无察觉。他第一时间直奔宁川所在的谷地，那里是适合圣迹的地方。宁川绝对是他的大敌，他想尽早解决。可惜，当他赶到时，却发现宁川已经离开，数十株圣人木近乎枯萎。看来宁川也进入圣迹领域了。10号在原地搜索了一番，没有久留。随后，10号一步迈出，身影消失在天地之间。他来到了寒界，这里是他曾经闭关的地方。他怀疑几天神引动的太阴之水就是来自这里。果然，寒界的雪山发生了异常，融化了很多，形成了一个黑色的巨湖，全是太阴神水。10号望着雪山和黑色的湖泊，想起了青衣和月禅，这里曾发生过激战，也留下过许多美好的回忆。他心中一阵荡漾，忍不住自语：青衣去了哪里？该不会有了吧？话音刚落，他感应到不远处有天神的气息，抬头一看，一个男子正怒气冲冲地盯着他。你在说什么？那男子质问道。关你什么事？10号斜睨了他一眼，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。青衣是月禅的刺身，你这小魔头对他做了什么？男子激动得不行。10号这才意识到对方是补天教的天神，他故意调侃道：哦，这就难怪了。青衣没事，倒是月禅可能有了，快成我害他娘了，你看到没有？男子气得额头青筋暴跳，直接祭出一座4象塔，试图镇压10号。找揍吧！10号瞬间爆发出天神级战力，一巴掌扇飞了对方的塔，还惊讶地说：咦，这么硬，没毁掉。男子震惊之余，意识到10号的实力已经比肩天神，简直不可思议。10号故意挑衅，两人展开激战。男子虽然很强，但最终还是被10号打得横飞出去，浑身是伤。10号把他拍进地层，还调侃道：你这老小子，别打我害他娘的主意，我教训你一顿。男子气得不行，但10号的实力让他无可奈何。最后10号才知道对方竟然是月禅的舅爷，他顿时懵了，赶紧解释自己说的是真的，但男子根本不信，两人又是一顿交手。10号无奈之下只能把他扔走，不再纠缠。10号离开寒界，一头扎进太阴湖，费了半日功夫取出一块太阴本源石，他想送给太阴玉兔，打神石在一旁怪叫我的。10号却说等小兔子参悟完给你。他决定离开这里，真正开始大开杀戒。魔王来了！10号的凶名传遍四方，他接连击杀3名天神，震撼了所有人。民族的天神也惊恐地发现10号的实力已经不弱于真正的天神。10号一路追杀民族天神，毫不留情。一路上他击毙了4尊天神，血流成河。最后他把民族天神震成碎片，扔出了仙谷，外界的无人区瞬间沸腾。10号的声音在界壁这一边回荡：不怕死，就将天神都送进来，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来2个我杀一双。这是他向所有教主的挑战。无人区这边大家都炸开了锅，有人猜测是谁干的，胆子这么大。其他教主也坐不住了，一个个脸色难看。这人太嚣张了，声音里全是挑衅，显然是冲着他们来的。什么人这么大胆，敢挑衅教主？战书就是一颗天神头颅，这事儿可闹大了。明主就坐在一座白骨山上，黑雾滚滚，周围冷得吓人。他手下的天神被人杀了不说，头颅还被扔了回来，这不是明摆着打他脸吗？民族的人第一个不干了，有人直接喊话，要进去把那人碎尸万段。明主虽然没说话，但那双眼睛闪着寒光，杀意十足。大家都知道，他这是被彻底惹怒了。可问题是，仙谷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没人知道。仙道花瓣早就看不清里面的情况了，只能干等。不过有天神回来报信说，天神们进去后局势还不错，甚至有人拿到了绝世道书。可现在怎么突然就炸了？有人猜测是不是10号干的，但又不敢确定。只有少数人心里清楚，这事儿8成就是他干的。民族教主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喊话要大家一起出手，强行打开界壁，亲自进去收拾那人。其他教主也纷纷响应，大家一起发力，符文乱飞，混沌乱窜。可问题是界壁太硬了，根本打不开。这时候10号在里面又开始嘚瑟了，谁家孩子在玩火呀？怎么没人管管？这话一出，差点把外面的人气炸。几个教主虽然没当场发飙，但心里那叫一个火大，恨不得立刻冲进去把10号抓出来。有人猜测可能是荒天人族的一个天神，还大声提醒大家。10号在里面听到后，心里更火了。天人族这帮人以前就对他不厚道，现在还火上浇油。他发誓，只要出去，一定要跟他们死磕到底。外面的教主们虽然心里清楚，多半就是10号干的，但谁也不愿意承认。跟一个小辈较真，太掉价了。他们决定等真正抓到10号的时候，再好好收拾他。10号在里面继续挑衅，几位小朋友还想动手，我在里面等着呢。这话简直就是在扇他们耳光。
民族的一个强者虫王坐不住了，他请命要进去。这家伙可不是一般人，浑身毒气，连天神都能毒死。民主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让他进去，但只让他的灵身进去，真身不能冒险。结果10号一巴掌就把他拍成了血雾。虫王的毒气虽然厉害，但对10号根本没用。外面的人看得目瞪口呆，虫王的本体更是气得跳脚。他夸下海口，结果被人秒杀了。接下来10号就像守株待兔一样，等着外面的人送上门来。结果还真有人来了，几个送信的倒霉鬼刚到入口就被10号一巴掌拍死，头颅被扔了出来。外面的人彻底炸了，民族、天人族等势力愤怒到了极点，但又拿10号没办法。10号冷冰冰地说道：“还有人要进来吗？不然我就去清场了。什么天神，什么精英弟子，我都要横推仙骨。”这话一出，外面的人都傻眼了。这家伙不是在开玩笑，他真的要动手了。有人突然提议：“还记得那些降临3000州的神秘访客吗？他们都是修出仙气的天神，要是能把他们引来，说不定能对付10号。”这话一出，很多人眼睛都亮了，但也有人担心，要是他们和10号串通一气怎么办？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，10号的声音又传了出来：“各位，我准备去横推仙骨了。”他长身而起，准备出击。外面的人顿时慌了神，这下可怎么办？教主进不去，其他人又不是10号的对手，仙谷里的人恐怕要遭殃了。10号直接撕开虚空，一头扎进仙谷深处，开始了他的杀戮之旅。他留下3道灵身守在出口，自己则一路横推，大开杀戒。这一下，仙谷直接炸了锅，晃，出关了。他一路血战天神，震动了整个仙谷。所有人都在盯着他，猜测他现在的实力到底有多强。结果1天之内，多位天神接连陨落，血洒大地，这动静可太大了。10号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他找到了8臂魂族，让他们帮忙寻找那些天神的下落。毕竟仙谷太大了，天神要是想躲起来，那可太难找了。于是他一路强势出击，接连击杀天神。其他人一看这阵势，都吓得赶紧跑路，仙谷瞬间乱成了一锅粥。这一天，仙谷发生了大地震，荒横扫仙谷，引发了惊天波澜。人们都快麻木了，天神这种级别的强者，1天之内接连被杀，血雨如瓢泼般洒落，这场景简直惊呆了所有人。要知道，天神可不是一般人，一旦死去，天地都会异象大作。火云洞的天神被追杀了，那是一头太古凶禽。有人惊呼：10号盯上了一头火红的巨鸟，这鸟翅膀大得像云朵，一路破碎虚空，疯狂逃命。10号紧追不舍，一路追杀。那鸟虽然保命本事超强，但最终还是难逃一死。10号一巴掌把他拍死，拔下他的唯一真羽，还把他的尸体收进了鼎里。这下火云洞的天神彻底凉了。接着10号又盯上了一头蛟龙，这蛟龙也是他重点惦记的对象，毕竟他来自妖龙道门。10号一路追杀，最终把蛟龙也收拾了，尸体同样被收进了鼎里。这一天10号简直杀疯了，他还在找仙殿的天神，因为仙殿的人对他杀意最浓，3番5次想杀他。可惜仙殿的天神一直没找到。不过10号没有放弃，他一路追杀，又干掉了一名天神。突然一只巨大的手掌从虚空中出现，直接朝10号抓去。这是教主级人物出手了。10号早有准备，直接祭出破戒符，瞬间消失。紧接着8臂魂族的古祖出现，跟那教主级人物硬碰硬，打得天崩地裂。10号冷冷地看着，他知道这是银血魔术的古祖，之前就跟他有过节。这次对方想偷袭他，可惜没成功。10号没有停留，一路追杀，终于得到了消息，仙殿的天神出现了，正在逃向出口。10号笑了，他早就料到这一招。他在出口留下了3道灵身，专门防备有人逃走。现在仙殿的天神果然中招了，10号一路杀了过去，又解决掉了一名天神。这一天对于外界来的强者来说，简直就是黑暗日。天神接连陨落，这场景简直太可怕了。玄冥界仙谷出口所在地，仙殿的天神遇伏了，他施展禁忌绝学，但还是不敌10号。最终他被10号的金色柳枝洞穿，元神被击杀，尸体被拉了回去。外面的仙殿人震怒了，但他们根本进不去仙谷。这一天仙谷的重要天神几乎都被横扫了，重要人物皆陨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这一天无比黑暗，被称作了黑暗日。要知道仙殿可是上界最厉害的存在之一，核心人物虽然不多，但威震四方，谁敢轻易招惹？尤其是他们那个在太古年间就陷入沉睡的恐怖家伙，至今还在世上，连至尊殿堂的无敌教主都敢挑战，让无数教主都心惊胆战。可就在今天，有人当着仙殿的面，把他们挣扎出来的天神又拖了回去，摘下头颅扔了出来。这得是多大的气魄啊！各教都在热议，整个无人区都炸开了锅。一座青铜殿悬浮在虚空中，混沌气弥漫，威压惊天动地。里面的人一语不发，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那种恐怖的压迫感。
随着他的呼吸，整个山川都在起伏，仿佛大海的波涛。有人正在从沉眠中复苏，所有人都惊颤了。那个恐怖的存在要醒了，上界风云要起了。有人低声惊呼，这个肯定要掀起惊涛骇浪，各方势力都要胆战心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界壁内传来一个轻佻的声音，半人半禽半兽，吃不下，跟民族一样，废物种族，一点用处也没有。这声音满不在乎，还把仙殿天神的尸体扔了出来，把所有人都镇住了。这家伙太嚣张了，把仙殿的天神当成猎物，还顺带嘲讽了民族。民族的人气的脸都青了，恨不得冲进仙谷把这家伙撕碎。一定是荒。有人猜测，天人族的修士更是火上浇油，说此子当诛，呼吁大家一起除掉10号。他们心里后悔极了，当年不该招惹这个魔王，现在他成长得太快，让他们害怕。火云洞、妖龙道门、罗浮真谷等道统也慌了，他们和10号早就结下了梁子，现在更是压力山大。至于民族、魔魁园、神庙等势力，更是和10号有深仇大恨，连天国的主人、民主这些大人物都坐不住了，纷纷表态要除掉10号。10号的表现终于让教主们都忌惮起来，这小子要是再这么成长下去，说不定连他们都敢挑战。10号在界壁内还在挑衅道：“外面的小朋友有不服气的吗？可以进来，我免费带你们游逛仙谷。”这话把外面的人气的不行，这家伙太狂了，简直不把他们放在眼里。不去，我去横推仙谷，再见。10号说完转身走了，他的灵身也撤了，因为时间到了，战力开始衰退，再留下去就麻烦了。此时的仙谷波澜起伏，全是10号的杀戮引起的。青衣站在雪山上，看着雪花纷飞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月禅听到消息后也心烦意乱，他和舅爷站在一起，舅爷还问他：“禅儿，你和他不会真有什么吧？”月禅羞得满脸通红，气得直跳脚。云溪也在遗迹中听到消息，他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就知道你会一飞冲天，却不曾想这么霸道。”他心里复杂得很，不知道族里的大人们会不会后悔。三旦天君也在遗迹中，他看着天边的火烧云，说道：“这个人的确很厉害，比我见过的人都强。”云溪问他会不会去挑战10号，他却说现在不想。小兔子更是开心的不得了，说道：“10号要是能平推仙谷，我是不是可以去各郊的药园子随便逛逛，把2颗圣药吃1颗扔1颗，那感觉想想就美妙。”曹雨生和雪玲都被他逗笑了。这一天各方反应不同，10号一路大开杀戒，无人能挡，直到把那些天神杀得差不多了，他才收手。他第一时间赶回魂岛，找老天神和古祖请教渡劫的事。8臂魂族上下都激动得不行，他们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。10号要渡劫，他们决定全力护法，帮他顺利过关。